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传说中的黄帽一命速通的记录啊，来自于我们的 GD 大神。这个 GD 大神呢，之前又是做这个对吧？这个传说中的3进1命，对吧？3进1命速通。这一次呢，也是选择这个用黄帽速通啊。黄帽速通的话呢，也是要骗一手45，对吧？不，45，骗一手40。好，看看4没40，应该是40的啊。好，40的话呢，我们一上来就是一手40，从此之后黄帽就不费血了。黄帽速通，咔咔就是干啊！呀，噔噔，好，啪啪啪，可以看到这40暴击伤害就是不一样啊。这个一套招一打是1管血啊，大伙儿可能觉得不是啊，这个胖子1管血，哎，不对，胖子40爆1管多血，30爆是1管整血，其他人角色只有4个，对吧？40爆才可以。还是你看这个伤害啊，看这伤害跟这个麦斯比确实差太多。当然黄帽也就这样了，黄帽没办法，黄帽的攻击力啊是这个角色当中血量比较少的，比不了这个麦斯。白人也比不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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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一顿前手，啪啪就是一顿撞，摔过来，噔噔噔噔，怎么看暴击？看伤害啊！但是呢，一般高手都有插件，有插件的话呢，就是可以显示的啊，就跟这个显血外挂似的啊，就是比如说你像那个以前咱们玩那个热血传奇官方，那个时候没有显血，没有免辣，没有魔法锁定，后来咱们对吧，赤月双峰什么简单便宜，及时雨对吧？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能说他变态啊，他这个外挂其实都可以理解的，不算违规的啊，就是其实这个显暴击啊，这都可以理解啊。先手一个血杀有无敌时间摔过来，然后起身压制起身啊，但是已经到了这边这个地方，按理说是没打好啊。看看等小兵刷出来完，还得打3套才能打死，3套都打不死啊！要不要转身不打，那就是4套。回身一摔，当然小兵的威慑力还是比较短。其实如果你要选胖子的话啊，正好这个兵刷出来，你是打最后一套。这个小兵落地还立足未稳 ，BOSS 直接被你秒了，就这么变态啊！好，因为是速通，所以说赶紧吃这个电台啊！这是217几年，结果都返璞归真了啊！这个车，这凯迪拉克还是那种啊。OK， 但是呢，速通不会撞死这个 BOSS 啊，速通只会被炸爆，炸爆之后呢，然后咱们直接就用来打，撞死的话浪费时间。好，还剩最后一管，血杀1点过来，1、2，血杀落地，先，感觉这摩托车打碎了之后，感觉这摩托车原本看起来挺大的，一打碎之后感觉那么小呢啊。太酷！当当 ，OK， 没事的，往前跳。麦斯才是主角啊，没有啊？按照游戏的剧情上来讲啊，主角就是男主，哎，女主是配角，这2个人是龙套啊，就是麦斯跟这个穆斯塔法。传说中的龙套，好，拿了一手傻干，但是这手傻干踢出来，不知道这个要不要留着弹夹啊？哎，对，弹夹是要留着的，先手直接踢死。血杀，把怪聚到一起，直接炸一下，利用这个炸啊，直接搞定。摔过来，要捡一个雷吗？哎，正好要把这个雷快炸的时候，然后捡起来一扔，扔完马上就炸，一个雷直接把所有的怪全炸死。
刚才看到地上有个金币，正所谓这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是吧？金币就是吸引咱们过去捡，然后胖子撞咱们，原本是这么设计的。但是呢，咱们玩家知道怎么回事，往金币上扔一个雷，这个小兵就难受了，对不对啊？血杀，先前手，这打起来不行啊，跟这个麦斯差太远。下上血杀一根，先前手还剩最后一管血，但是一套招打不死，所以说先血杀一手，打晕。哎，一套招打不死，但是一个血杀打了那么，对吧？1/4管血，正好就够了。家里有下雪吗？家里是有下雪，但是这2天这已经半个月没下了，没有10天没下了吧？但是外面还是有雪的，只不过我这没有必要啊。我这现在我拿这个摄像头也看不着啊，整天就是拿手机。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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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播雪的话，现在也没下雪，但是外面有雪堆儿啊，外面有那个雪堆儿。不过你要看雪堆儿也没有意义啊，这个你得拿手机直播，不可能把电脑搬过去，对吧？这个就没办法啊。对，这个是最高暴击40。保持暴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挨揍啊。不挨揍的方法有很多种，一个是凭借自己灵力的走位，还有呢就是利用比较变态的血杀，还有投技来造成短时间内的无敌。啊，当然呢，咱们之前用那个麦斯，对吧？这个也是 GD 大神，不到20分钟通关，麦斯3进速通，也是非常牛逼啊。但是呢，这个3进之后呢，就主要是进血、进血杀和进武器啊。这里面由于咱们玩的是纯速通，什么都不进啊，这个就再加上咱们这个角色其实速通的话不是特别快，没办法。出去捧一捧进来，太冷了，动手啊。不过说话也都可以，一会儿看看啊。主要是这个雪太埋汰，你们可能不理解啊，雪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干净，刚下的雪还能好一点点。好，来看看马云几套招就干死了，小兵还没出来呢啊！来看看这手马云，杰克马啊，小兵出来，突，不用管血杀，后面的那个就用血杀突就完事儿。跟你说，如果是那个麦斯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武器啊，反而武器耽误了这个麦斯的输出空间。血杀最后一滴血正好够用啊！他这个方案非常好，他这一套连招血杀一直在费血，但是呢，直到最后一次血杀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没事了，啊，没事了，正好这个 BOSS 就被你打死了。哪里有无限子弹版本？无限子弹版本现在有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传说中街机的那个最早的盗版，好多街机厅里都有，它名字叫恐龙快打2代，但是一个这个黑客版啊，就改版，说白了就是不是正版，就是利用恐龙快打1然后改的。它有一些武器呢是这个20发子弹，也就是无限子弹，有的时候不是。那个版本呢，我个人感觉还比较难啊，容易被秒。但是呢，如果说真正的无限枪，就只要你捡一个武器就是无限枪，那个版本呢叫天王版。但是我不建议你去玩啊，无论你玩困难难度还是玩简单难度，我只要是我介绍给你啊，就是我建议你不要玩，玩完之后你可能会把电脑砸了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啊。我们那边能看见开江吗？开江是什么意思？我们这要有一个叫闭江鱼和开江鱼。闭江鱼呢，就是这个江水在结冻之前，最后一波鱼。这波鱼呢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鱼啊，为了过冬，因为冬天啊在水里面，虽然说水这个水面上是冻的，但是呢这个冰面上往下多少对吧？多少米啊？1米多啊，它还是有活水的。这个鱼要为了过冬，所以说这个鱼啊就只能在水里面冬眠，所以说它这个就比较这个对吧？比较这个储存这个热量。这时候的鱼呢特别的肥美啊，这叫闭江鱼。开江鱼呢就不是了，开江鱼呢就是说这个鱼啊就是这个由于这个能量消耗的比较差不多了，
然后身体里的这些脏东西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船啊，或者说一些污染啊造成的这个，对吧？就变得比较多啊，对吧？它就给排掉了。排掉了之后呢，虽然说瘦了点，但是呢比较干净，比较绿色环保，所以说叫开江鱼啊。这开江和闭江是在这儿啊。好，可以看到这个没有沙柚啊，这一看就不是沙柚的路子。但是呢，能理解，压起身摔回来，这毕竟不是麦斯，直接摔死。他的路子连血杀都没有，不杀右的话呢，就是正常打。BOSS 1、2、3摔过来压起身，1、2、3转身下上手，再来2套必死。好，这个不叫2套啊，因为啥1套不死呢？就差那点血嘛，没办法啊。好，最后一个变身 TYRG 和精英怪合体，他为什么就能压起身，咱们就不能压啊？哎，你看，卡外轴1、2回身一扔，直接扔死。穆斯塔法，太酷！当当，恐龙快打的背景故事没有背景故事啊！恐龙快打背景故事，你们虽然说可以去看那个动画片，但是由于全是生肉啊，网上很难找到熟肉。主要呢，恐龙快打就是一个2170几年的一个故事。这个2170几年，恐龙快打这个主人公杰克啊，就是这个白人儿，他这个开了一个这个凯迪拉克的修理厂。然后呢，这个有很多这个，对吧？这个反派捕猎这个恐龙做研究，做人体研究。然后呢，这个跟这个主角作对，主角呢只有一个白人，配角呢是汉娜。然后这个黄帽和那个胖子就不用看了啊，也基本上没什么出场时间啊。有的那个胖子一出场就死了啊，就比较皮。然后呢是2170年后现代啊，后现代的时间啊。这个世界经过了一场这个毁灭，然后呢，残存的人类呢，这个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比较复古，但是其实呢，是未来的故事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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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拉克和沃尔沃是不是一个级别的汽车？反正现在也没人开啊。现在这俩车，沃尔沃也对吧？咱们国产也是长安收了。那反正我感觉啊，你不用什么级不级别的车的问题了。现在买车未来的趋势就还是电车啊，对吧？你就不要考虑什么这个那个了。好多人说我就想车好看，或者说怎么样。你在城市里开车，你也开不了120，对吧？你也对吧？你也不需要什么这个那个的啊，这个越野什么的。好多人在城市，我就感觉就越野车，买越野车，那么我一直不理解啊。虽然说我可能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装，还有的人买这个4驱的，还是全时4驱的，那玩意儿费不费油啊？对吧？等啥时候咱们能源自由了，对吧？不用这种比较这个有限的化石能源了，比如说咱们用这个可回收能源，或者说是，对吧？核聚变能源，啊，这个到那个时候咱们再说这个那个的啊，你这，哎，不理解。啊，是吉利的啊，忘了，我以为是长安啊。好，因为有些国产牌子记不太清楚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啊，由于是原版啊，所以说这个就比较这个咱们一会儿打那个什么就不怕啊，一会儿咱们打那个2王，打2王的话就不是特别害怕。3王确实不行啊。买4驱回老家，你回啥老家呀？就即便我们的那地方老家，它所谓的山路都已经变成还不是柏油马，都已经就最次，没人走的道是乡道，啊，没人走的道是乡道，我只能这么说，就那种泥巴道都没有，
你别说爬山什么这个那没有啊。OK， 来看看，就不是很多，不是太，就剩这么一点血了，然后面对二王，啊，面对二王，血杀，然后对吧？因为不打到目标，所以说咱们的血杀呢是不费血的，还是用传统方法，前进啊！这一刀居然躲过去了，再血杀，再来，这已经没有办法再这个血杀了。虽然说给一个胖子会有一个小补血，但是这个前手摔过来，利用投技的小无敌，前手回身再反跑，前手，好，踹死一个，完活。最后一下，好，直接渴死啊！油耗肯定高，其实还是就不是说油耗，也不光说是油耗高，其实就即便你再有钱，它不是油耗的问题，没必要，知道吗？啊，懂吧？确实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油耗高，就是你说我有钱，我不差这点钱，我一天就放在银行里的钱的利息，我一天睁眼睛我就好几千。我不差那点油钱，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也没必要啊，这也不是说浪费的问题，主要就是。那你要是装逼，那装逼是最大的需求了，那只能说装逼是最大的需求啊。其实你看，有好多那个老板，对吧？好多公司的老板，他为了商务，对吧？为了商务，他家里都对吧？公司有很多车，对吧？比如说，专门为了接人的，有一个商务的大轿车，豪华型的轿车，专门是接人，对吧？机场啊什么的啊，对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还有这个，一些家用的车，他自己家用，对吧？他家里得有2个车，一个是给保姆的车，比如说简简单单是吧？这个买菜车哈，或者说接孩子上下学的车，然后自己开呢，没啥事开一个日系的，对吧？一个20-30万的车就行了，对不对？那简简单单的啊，平时自己用。然后呢，这个公司里面如果要是对吧？如果要是公司里面需要一些这个跑动。可能再买一个商务车 MPV， 豪华型的 MPV， 对吧？这个50万到100万之间啊，关键时候对吧也是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这个接很多人啊，比如说对吧？这个9个人的小 MPV 啊，或者7个人的都可以啊，舒服一点嘛，对吧？啊，然后呢这就没了。啊，很多人说要不要买大巴车？不需要啊。那你再大的公司，其实你真需要大巴的话，你就雇一个呗，你就找一个大巴车，给他打个电话，我雇你2天，对吧？然后咱们去那个对吧？去团建去是吧？旅游啊或啥的，那就雇就行了，不需要买一个，对吧？这根本不需要买啊，对吧？要不然你还得整个司机放那儿，没有意义，对不对啊？四川的道路还是难得多。我说的就那你要这么说，那你要是去什么？对啊，比如说这个西藏啊，这个新疆啊什么的啊，有的地方可能也就是需要一点点嘛。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兄弟们，我黑龙江是不需要，真的啊。就我们那个地方是山上的林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叫山里乡的地方，你听着就山里面，真的是大山里，不好意思啊，一样，哪个路都是柏油马路，都是水泥道啊，就不跟你扯，好吧？好，感谢我们这个冷渊哥一手大金卡支持我了啊。今天晚上4星，这个4星还是不太稳啊！欢迎小狼来4川玩 ，OK， 看看今年这个口罩病怎么样？一旦好了差不多，该出去玩是要出去玩的啊！我是玩呢，也不是为了贪图享乐，主要是为了开眼界、散心。接下来呢就是创业了。过完年之后啊，过完年那1个月过完之后呢，我狼就要这个先休整一下，然后呢就不用多说了啊。前2天已经说过了，不解释了啊。好 ，OK， 直接变成双头龙啊！双头龙怎么说 ？Get off flee， 什么玩意儿？好，感谢我们的菜芽一手大金卡支持我了。OK， 1、2、3、4， 1、2、3上手，可以看到转身。打这个 boss 因为没有小兵啊，所以说他都是会打。血杀过来一下，前跳跃攻击，1、2、3、4，反跑前戳，直接就干死了。这个血量一直在减，好的，这整个用了19分钟多一点啊，19分钟30秒不到，20多秒钟就过关，应该就还算是前面的序幕。OK， 李云龙头上戴个黄帽，上面写个 P。
可以啊，来自于我们 GD 大神的超强通关。不得不承认啊 ，GD 大神玩这个原版啊，确实是独一的，没说的。OK， 这就是今天晚上这么精彩视频，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